我这辈子卖了15年防水材料，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被水困死。7月15号下午，我正在仓库清点货物，手机突然弹出一条诡异的天气预警，不是普通的暴雨橙色预警，而是一条我从没见过的深紫色警报。预计降雨量72小时800到1000毫米。这他妈是要下一个太平洋吗？仓库里闷热的像蒸笼，我光着膀子还是汗流浃背。7月的午后，铁皮棚顶被晒得滚烫，连电风扇吹出来的都是热风。老陈，再给我20卷防水卷材。老客户刘包工头推门进来，脸色有些不对劲。我诧异地看着他，上午不是刚拉走10卷吗？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你看到天气预报了吗？我这才注意到手机上那条深紫色预警还在闪烁。点开详情，密密麻麻的气象术语，看得我头皮发麻。超强降水云团，水汽通量异常，强对流天气持续时间预计超过72小时。这啥意思啊？刘包工头咽了口唾沫，意思是要下很大的雨，非常大。我在工地干了20年。从没见过这种级别的预警。他开始疯狂扫货，防水卷材、堵漏王、苏宁水泥、防水涂料，能搬的都往车上装。其他客户看他这架势，也跟着抢购起来。不到1个小时，我库存的防水材料就卖掉了1/3。老陈，沙袋有吗？另一个包工头问。沙袋那玩意儿谁会囤啊？我摇摇头。赶紧进货吧，这场雨不简单。我将信将疑的给供应商打电话，那边直接说大袋早就断货了。下午4点，天色突然暗下来，明明是大夏天，却像冬天5、6点的光景。风开始起了，吹得仓库的铁门哐哐作响。我锁好仓库，准备回家。路过菜市场时被吓了一跳。平时这个点菜市场都快收摊了，今天却人山人海，大妈们推着小车疯抢米面、粮油、方便面、矿泉水，见什么拿什么。100块钱5斤猪肉，爱买不买？肉贩子扯着嗓子喊：昨天不是40吗？昨天是昨天，没看到要下大雨吗？过了今天，你有钱都买不到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在菜市场混迹多年的小贩们对异常的嗅觉比谁都灵敏。如果连他们都在囤货，我赶紧挤进去，抢了2箱方便面、1袋大米、几箱矿泉水。结账时，收银员说：“还有压缩饼干要吗？”要，有多少拿多少。回到住处，我住的是老城区的回迁房，6楼，没电梯，平时爬楼累得够呛。今天扛着几十斤物资，爬到一半就喘不过气来。5楼的老张开门看到我：“小陈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”预防一下。听说要下大雨，老张不以为然：“咱们这内陆城市能下多大雨？前年说100年一遇，结果就淹了几条马路。”我没跟他争辩，继续往上爬。刚进家门，第一滴雨就落下来了，不是普通的雨滴，砸在窗台上，啪的一声，像是谁用力扔了一颗玻璃珠。紧接着，密集的雨点铺天盖地而来，打在防盗窗上，噼里啪啦，像是机关枪扫射。我趴在窗口往下看，街上的行人捂着头狂奔，雨滴砸在地上，溅起半米高的水花。一个外卖小哥的电动车直接被雨砸得东倒西歪。这场雨不对劲，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小区业主群。各位邻居，我是物业经理，接到通知，请大家做好防汛准备，检查门窗是否关好，低楼层住户注意防范内牢。物业费都交了，下水道你们平时不清理吗？就是，去年就堵过一次。别吵了，赶紧去超市买点吃的，晚了就没了。我关掉手机，开始检查自己的库存。作为建材老板，家里倒是不缺防水材料，防水胶带、玻璃胶、密封条，该有的都有。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雨声从噼啪变成了轰鸣，整个天地间都是白茫茫的雨幕，对面的楼都看不清了。我打开电视，所有频道都在播报天气预警，主持人面色凝重。异常气候影响，我市将迎来历史罕见的持续性强降雨。请市民做好防范准备，非必要不外出。手机里，建材市场的同行群也炸锅了。防水材料全部告罄，刚才有人出5倍价格收沙袋，我这还有点塑料布，1平米50，要的速来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里越来越不安。在这行混了15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但这次我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。窗外雨势还在加大，楼下的排水口开始冒泡，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，像是什么怪物在地下蠢蠢欲动。我拿出手机给几个关系好的朋友发消息：“兄弟，这雨不对劲，赶紧囤点吃的。”大部分人回复：“想多了吧。”只有一个在水利部门工作的朋友回了3个字：“快囤粮。”我不再犹豫，穿上雨衣就往楼下冲。小区门口的便利店已经被洗劫一空，老板娘正在关门。没了，什么都没了，天都不好使了。我跑了3条街，终于找到一家还在营业的小超市，里面已经乱成一团，人们推着购物车横冲直撞，货架上的东西被一扫而空。我抢到了最后2箱泡面、几包榨菜、10几根火腿肠。结账时，老板直接报价800，平时不到100块的东西，你要800？爱买不买，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我咬咬牙付了钱。回去的路上，雨水已经淹过脚踝。平时10分钟的路程，我趟水走了半个小时。路边的下水道全在往外冒水，垃圾和污物被冲得到处都是。一辆轿车困在积水中，车主站在车顶大声呼救。几个路人试图帮忙推车，但水流太急，根本使不上劲。我经过时，听到车主绝望地喊：“谁能带我一程？我给1000块。”没人理他。
这种天气自身难保。终于回到小区，1楼大厅已经进水了，几个低楼层的住户正在往外搬东西，电梯早就停了。水这么快就进来了？我问门卫，门卫大爷脸色发白，下水道全堵了，道灌上来的。我在这儿守了10年门，头一次见这阵势。我扛着东西爬楼，每上一层都能听到不同的动静。2楼在钉木板封门，3楼在搬家具，4楼在吵架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心疼那点钱？那是我妈留给我的首饰。命都快没了，要首饰有什么用？回到6楼，我赶紧用防水胶带把门窗缝隙全部封死，又在门口堆了几袋水泥。虽然住在6楼，但这雨势谁知道水会涨到哪里？晚上8点停电了，整个城市陷入黑暗，只有雨声在咆哮。我打开手机电筒，开始清点物资，吃的能撑1个星期，水有4箱，蜡烛、打火机、手电筒都有。作为一个单身汉，这些东西足够了。手机信号时有时无，最后收到的消息是市里发的紧急通知，请市民待在安全地点，不要外出，等待进一步通知。我靠在窗边看着窗外的黑暗，雨还在下，而且越来越大，雨滴砸在玻璃上，像是无数只手在敲门。楼下传来汽车报警器的声音，此起彼伏，像是这座城市垂死的哀鸣。凌晨2点，我被一声巨响惊醒，趴在窗口往下看，借着闪电的光，我看到小区门口的围墙倒了一段，洪水像开闸的猛兽，咆哮着涌进小区，几辆停在低处的汽车直接被冲走，在水流中打着转，最后撞在楼体上。我的心沉到了谷底。15年来，我卖过无数防水材料，见过无数因为漏水而苦恼的客户，我总是信心满满的告诉他们，没有什么水是防不住的。现在我才知道，面对真正的洪水，人类的防御是多么可笑。雨还在下，这场雨才刚刚开始，凌晨的巨响只是个开始。我再也睡不着，索性坐在窗边看着楼下的水位变化。手机还有电，但信号彻底没了。最后一条朋友圈停留在昨晚11点，是个代购发的法国直邮，香水清仓，真他妈讽刺。天蒙蒙亮时，雨小了一些，我才看清楼下的惨状，整个小区已经变成一片泽国。昨晚还露在水面的车顶，现在只剩下天线还在水面打转。小区的绿化带、健身器材、凉亭全都消失在浑黄的水面下，水已经淹到2楼的窗户。我住6楼，按理说还算安全，但看着那汹涌的水势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更要命的是，我发现水不是清的，而是浑浊发黑，上面漂浮着各种垃圾、树枝，还有我不愿意细想的东西。急促的敲门声吓了我一跳，谁？老张，小陈，你那有吃的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开了门。老张站在门口，脸色发白，眼睛布满血丝。我昨天没当回事，家里什么都没准备。他搓着手，能不能？我递给他1包方便面和2瓶水，省着点吃。老张千恩万谢的走了。我知道这只是开始，等其他人反应过来，我这点存货根本不够分的。果然不到半小时，楼道里就热闹起来。2楼的住户拖家带口往上搬，他们的房子已经进水了。男人扛着电视，女人抱着被褥，还有个年轻姑娘拎着只猫。往哪搬啊？楼道能住人吗？你泡在水里瞧，都怪物业，下水道年年堵，年年不修。吵闹声越来越大，我索性关上门，眼不见为净。但麻烦还是找上门了。3楼的王姐敲门。小陈，你一个人住，地方大，能不能让我们在你这儿避避？就我和我老公，不添麻烦。我认识王姐，平时在小区门口卖早餐，人不错。但现在这情况，王姐实在不好意思。我这地方小，王姐脸色变了。平时我可没少关照你，煎饼果子经常多加，但不收钱。现在找别人家问问。我关上门，心里不是滋味，但我很清楚，现在心软，后面只会更麻烦。中午时分，雨又大了起来，我趴在窗口观察，水位还在涨，已经快摸到3楼了。对面楼有人在窗口挥舞床单，像是在求救，但这个距离谁也帮不了谁。更可怕的是，水开始变色了，原本的浑黄色变成了灰黑色，上面漂浮着一层油光。我看到有死鱼翻着白肚皮飘过，还有膨胀的垃圾袋，里面不知道装着什么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腐臭味，即使关着窗户也挡不住。楼道里又是一阵骚动。4楼要收留费，1个人500块1天。怎么不去抢？人家有地方，你有吗？这不趁火打劫吗？我看还是组织起来，到楼顶搭棚子。搭棚子，风雨这么大，能撑得住吗？争吵声此起彼伏，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楼道里挤满了人，铺盖卷堆的到处都是。有人开始生火做饭，呛人的烟味钻进门缝。突然一声尖叫划破空气，有人跳水了！我冲到窗边，看到水面上飘着一个人影，在湍急的水流中快速远去。是对面楼的，可能是绝望了，想游到别的地方求生。但这水流不到1分钟，人影就消失了。楼道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爆发出更大的恐慌。不会的，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。救援？你看看外面，全城都这样，谁来救？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，有人开始哭，有人开始祷告，还有人开始砸门。我知道你有吃的，大家都是邻居，见死不救吗？砸开，里面肯定有物资。我赶紧用家具顶住门，手心全是汗。门外的撞击声越来越响，我甚至能听到木头开裂的声音。关键时刻，6楼的陈哥发话了：“都给我住手！谁在闹？
我就把谁扔下去。陈哥是退伍兵，平时不爱说话，但在小区里威望很高。他一发话，外面渐渐安静下来。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。陈哥声音沉稳，都回自己家，或者在楼道里老实待着。谁敢抢劫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人群散了，但我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等到真正饿极了，什么威望都不好使。傍晚，我啃着压缩饼干，就着矿泉水咽下。这东西难吃的要命，但现在是救命的。窗外的雨还在下，水位已经彻底淹没了3楼，整栋楼成了孤岛，除了雨声和水流声，再听不到任何城市的声音。没有汽车，没有人声，没有音乐，甚至没有鸟叫。这座800万人口的城市，仿佛在一夜之间死去了。我点了根烟，这是最后一包了。烟雾缭绕中，我想起了很多事，想起了前妻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。离婚时她搬去了南方，那边应该没事吧？想起了老家的父母，他们在农村地势高，应该安全。想起了仓库里的货，那些防水材料现在大概都泡在水里，变成了最大的讽刺。又有人敲门，这次很轻。小陈，是我，是陈哥。我开了门，陈哥脸色凝重，跟你商量个事。陈哥，你说，咱们6楼就4户人家，都联合起来。他压低声音，楼下那帮人快撑不住了，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点点头，你说的对。我和老李家都有存粮，坚持个把星期没问题。倒是小刘，年轻人没经验，估计没准备什么。陈哥看着我，你那情况怎么样？我想了想，还行，省着点能撑。那就好。陈哥拍拍我肩膀，记住，千万别露富，这种时候有吃的就是原罪。陈哥走后，我心里更沉重了。窗外夜幕降临，没有灯光的城市一片漆黑，只有水面偶尔反射出诡异的光。雨还在下，我躺在床上，听着雨声，听着水流声，听着楼道里此起彼伏的哭声和咒骂声。第一天就这么难熬，后面呢？这雨要是再下几天，水位继续涨，6楼也保不住。到时候是上楼顶等死，还是我不敢再想。凌晨时分，楼下传来打斗声，那是我的水！放屁！是我别打了，东西都洒了。接着是女人的尖叫声，东西摔碎的声音，还有孩子的哭声。文明的外衣在生存面前脆弱的像层纸。我翻了个身，用枕头捂住耳朵，但捂不住的是心里越来越深的恐惧。水在涨，雨在下，而我们都困在这座即将沉没的孤岛上。第3天清晨，我被楼道里的嘈杂声吵醒，推开一条门缝往外看，楼道里已经挤满了人，3楼的住户全都搬上来了，铺盖卷、锅碗瓢盆堆得到处都是，空气中弥漫着汗臭、烟味，还有说不清的腐败气味。水到4楼了！这个消息像颗炸弹，瞬间引爆了人群的恐慌。4楼都淹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往楼顶跑啊！楼顶能住人吗？这雨一直下。我关上门，心往下沉。按这个速度，水位每天涨1层，第6天就会淹到我这里，得想办法。我开始在屋里翻箱倒柜，找一切能用的东西：防水布、塑料桶、绳子、胶带，还有些工具。做建材生意这些年，家里堆了不少边角料，现在都成了宝贝。正忙着，敲门声响起。小陈，开门，有事商量。是陈哥。我开门，陈哥身后还跟着老李和小刘。小刘是个程序员，平时很少露面，这会儿脸色蜡黄，明显是饿的。进来说，4个人围坐在客厅，气氛有些凝重。陈哥先开口：情况你们都看到了，必须想办法自救。能有什么办法？水涨得这么快，救援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所以才要自救。陈哥看着我们，我有个提议，咱们合作。怎么合作？第一，物资共享，各家有多少存货，大家心里有数。共享不是充公，而是统一分配，保证每个人都能活下去。小刘脸色变了，我没什么存货。我知道。陈哥看着他，所以更需要合作。你年轻，体力好，可以承担更多劳动。第二，陈哥继续，我们得准备后路，万一水真淹到6楼，得有地方去。楼顶？老李问。不只是楼顶。陈哥看着我，小陈是做建材的，肯定有办法。所有人都看向我，我想了想，倒是有个想法。我家里有防水布和一些材料，可以在楼顶搭个临时避难所，但光靠这些不够，还需要木材、绳索，最好还有浮力材料。浮力材料，泡沫箱、塑料瓶、轮胎，任何能漂浮的东西。我解释，万一楼顶也保不住，至少还能做个筏子。大家沉默了。做筏子意味着要在洪水里漂流，那几乎等于送死。先不想那么远。陈哥打破沉默，当务之急是收集材料，加固防御。老李，你去楼道里看看，有什么能用的都收集起来。小刘，你和小陈去各家敲门，看谁愿意合作。那些人会愿意吗？小刘怀疑，不愿意也得愿意。陈哥眼神犀利，想活命就得团结。我和小刘出了门，楼道里的景象比早上更糟。有人在墙角生火做饭，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；有人在争抢地盘，为了一块能躺下的地方大打出手。这位大哥，我敲开601的门，我们几个6楼的邻居商量，门砰地关上。连续吃了几次闭门羹，小刘泄气了。没用的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再试试。我们来到603，这家住着一对年轻夫妻，男的是健身教练，女的是护士。我们想组织自救，明白吗？男人警惕地看着我们，什么自救？我把计划说了一遍，夫妻俩对视一眼。女人说：“我们可以加入，但有个条件。”什么条件？物资共享可以，但必须公平分配。还有，我是护士，如果有人生病受伤，我可以帮忙，但医疗用品得大家一起找。没问题，就这样，我们的自救小组有了6个人。下午我们开始行动。老李在楼道里搜集到不少有用的东西，几个泡沫箱，一捆尼龙绳，几块木板。有些是别人丢弃的，
有些是借来的。4楼有一家跑了，门开着。老李压低声音，找到2箱泡面和一些工具。我没问跑了是什么意思？这种时候道德是奢侈品。陈哥负责规划楼顶避难所的建设，他当过工程兵，这方面很有经验。楼顶有个水箱机房，可以改造成避难所，四周用防水布围起来，上面再搭个斜顶，雨水可以顺着流下去。雨水能收集起来吗？可以，我接话，我有塑料管和出水桶，可以做个简易的雨水收集系统。那太好了，现在最缺的就是干净水。楼道里已经有人开始拉肚子了。健身教练阿强力气大，负责搬运材料。别看他平时在健身房举铁凶猛，真干起活来也是气喘吁吁。这他妈比举铁累多了。他擦着汗抱怨。傍晚时分，我们已经在楼顶搭起了一个简易框架，虽然简陋，但至少能遮风挡雨。明天继续。陈哥说，今晚大家都回去休息，留个人在楼道里守夜，小留不解，防止有人偷东西或者更糟的情况。夜里雨势稍微小了些，我趴在窗口观察外面的情况，水位已经完全淹没了4楼，正在向5楼逼近。水面上漂浮着各种杂物、塑料袋、家具碎片，还有我不想细看的东西。对面楼的情况更糟，有几扇窗户大开着，里面黑洞洞的，不知道住户是逃了还是……突然，我看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：对面楼5楼的一扇窗户里有个人影在晃动，他似乎在向外张望，但动作僵硬，不太像活人。我拿出手电筒照过去，那人影立刻缩了回去。是幸存者还是我看花眼了？正想着，楼道里突然爆发出激烈的争吵。这是我的位置，放屁！老子先来的！都别吵了，再吵把你们都扔下去！争吵升级成了打斗，东西摔碎的声音，拳头撞击的声音，女人的尖叫声混成一团。我正犹豫要不要出去看看，陈哥的声音响起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打斗声停了，但咒骂声还在继续。各退一步，地方重新分配。陈哥的声音很有威严：“谁不服，现在就可以下楼。4楼还空着呢，没人敢下4楼，那里已经进水了。”楼道渐渐安静下来，但谁都知道这种平静维持不了多久。凌晨，我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，咕嘟咕嘟，像是水烧开的声音。我爬起来听了听，声音是从卫生间传来的。推开门一看，马桶正在往外冒水，不是清水，是黑褐色的污水，散发着恶臭。下水道完全堵塞，开始倒灌了。我赶紧用毛巾堵住马桶，又用胶带密封，但污水还是从地漏洗手池的下水口涌出来。整个卫生间很快就被污水淹没，臭气熏天。我只能关上卫生间的门，用胶带把门缝全部封死。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，污水迟早会溢出来。更要命的是，没有了卫生间，以后怎么解决生理问题？天亮后，我发现不只是我家，整栋楼的下水道都崩溃了。楼道里臭气熏天，有人开始用塑料袋解决问题，然后从窗户扔出去。文明体面，在生存面前，这些词汇苍白的可笑，不能再等了。陈哥召集我们开会，必须加快进度，把楼顶的避难所建好。可是材料不够啊。老李愁眉苦脸，那就去找。陈哥看着窗外，水位还在涨，但涨速慢了。趁现在还能行动，能收集多少是多少。去哪找？陈哥指着对面楼说：“那里。”大家都沉默了。去对面楼意味着要横渡20多米的洪水，在湍急的水流中，这无异于自杀。我去！阿强站起来，我水性好。我也去。我说。不是我勇敢，而是我知道对面楼有个建材店，如果运气好，能找到不少有用的东西。太危险了，小美担心地说，不去更危险。陈哥说，小陈，你那有绳子吗？有，尼龙绳很结实。那就这么定了，明天一早趁雨小的时候行动。当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明天的行动九死一生，但不去坐以待毙的结果更可怕。窗外雨还在下，这座城市正在慢慢死去，而我们还在垂死挣扎。第4天凌晨，雨终于小了些，我和阿强站在5楼的窗口，看着下面浑浊的洪水，水流很急，卷着各种杂物呼啸而过。一个冰箱在水里打着转，砰地撞在楼体上，瞬间就被撕成碎片。还去吗？阿强咽了口唾沫。去。我把绳子在腰上绑了3圈，你在这边拉着，我先过去探路。其实我腿都在抖，但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陈哥拍拍我肩膀，要是不行就回来，命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知道了，深吸一口气，从窗口爬了出去。冷洪水冰得刺骨，瞬间就浸透了衣服。我咬着牙用力游向对面，水流比想象中更猛，才游出2米，一个浪头打来，直接把我按进水里。浑浊的污水灌进鼻子嘴巴，那味道我差点当场吐出来。拉住！阿强在后面喊，我死死抓着绳子，凭着一股蛮力往前游。20米的距离，平时泳池里轻轻松松，现在却像横渡长江。一块木板擦着我的脑袋飞过，要是撞实了，当场就得晕过去。终于，我抓住了对面楼的防盗窗，成了！我回头喊，阿强兴奋地挥手，然后把绳子固定在窗框上。有了绳索做引导，后面就容易多了。我爬进5楼，里面一片狼藉，家具东倒西歪，地上都是淤泥，房子是空的，住户不知道什么时候跑了，或者已经跑不了了。我不敢多想，直奔楼下。4楼的建材店泡在水里，卷帘门大开，我潜下去摸索，找到了几捆铁丝、一箱膨胀螺丝，还有些防水材料。最大的收获是一捆泡沫板，正好可以做漂浮物。我把东西捆在一起，艰难地拖回5楼。阿强那边已经等急了，看到我平安回来，长舒一口气，快回来，有情况。我顺着绳子游回去，刚爬进窗户，就听到楼上传来嘈杂声。抢劫！6楼有人藏了物资！砸门砸开，我和阿强对视一眼，扔下东西就往楼上跑。6楼已经乱成一锅粥，10几个人围在603门口，有人用脚踹门，有人用棍子撬锁。别进来！阿强的老婆小美在里面哭喊：求求你们，开门，不然砸
什么你们有吃的？我们饿肚子。陈哥和老李试图阻止，但寡不敌众，都住手！我冲上去，关你屁事，滚一边去！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转过头，那是我朋友家。朋友？横肉男冷笑，现在还有朋友？有吃的分给大家才是朋友。人群响应，对，有吃的要共享，凭什么他们能藏着？打开，都是邻居，见死不救吗？讽刺的是，这话前2天我也听过，当时是别人对我说的。阿强挤过人群，护在门前，谁敢动我老婆，跟谁拼命！横肉男掏出一把水果刀，拼命来啊！场面瞬间剑拔弩张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：都干什么呢？人群分开，4楼的刘哥走了上来。这人我认识，开废品收购站的，平时看着和和气气，其实心狠手辣。刘哥，他们藏着物资不分给大家。横肉男立刻告状。刘哥看了看我们，又看了看门，这样大家都是邻居，和气生财。把东西拿出来一半，剩下的你们留着。凭什么？阿强怒了，用这个。刘哥身后走出4、5个壮汉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看来他早有准备。陈哥上前一步，刘老板，做人留一线。陈哥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刘哥皮笑肉不笑，但现在是什么情况，你比我清楚，要么分一半，要么……他没说完，但威胁不言而喻。小美在里面哭，给他们吧，阿强，给他们。阿强咬着牙，拳头捏得咯咯响。开门吧，我拍拍他肩膀，留得青山在。门开了，刘哥的人冲进去，把柜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找出2箱方便面、1袋大米、几瓶水。就这么点儿？横肉男不满，真的没了。小美哭着说：“搜。”他们又搜了一遍，确实没找到更多东西。一半，刘哥大手一挥，手下立刻搬走1箱泡面和半袋米。临走时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：“小陈是吧？听说你那里货不少。”我心一沉，麻烦大了。刘哥走后，人群也散了，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开始。对不起，小美抽泣着，是我不小心在窗口煮面被人看到了，不怪你。陈哥安慰道：“迟早的事。”我们6个人聚在一起，气氛凝重。怎么办？老李问。刘哥那帮人明显是有组织的，我们必须反击。阿强咬牙切齿：“别冲动。”陈哥制止他，硬碰硬我们吃亏，得想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陈哥看着我，小陈，你刚才从对面带回来什么？一些建材还有泡沫板，够做筏子吗？大家都愣了。陈哥，你是说做最坏的打算？陈哥表情严肃，刘哥不会就这么算了，其他人尝到甜头也会跟风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去哪？小刘问。陈哥指着窗外，我观察过了，往北2公里有个高地，是市政府的旧址，地势高，应该没被淹。2公里，在洪水里漂2公里，这个计划疯狂的让人绝望。先做准备。陈哥下了决定，能不走最好，实在不行，当晚我们偷偷开始准备，我负责设计筏子结构。用泡沫板做底，空矿泉水瓶增加浮力，木板做框架，绳子捆扎，理论上能承载3、4个人。阿强和老李负责收集材料，趁着夜色，他们潜入几户逃走的人家，找到不少塑料瓶和木材。小美把家里的床单撕成布条，可以当绳子用。小刘虽然体力不行，但脑子好使，帮我计算承重和平衡。凌晨3点，第1个筏子完工，很简陋，但能浮起来，再做2个。陈哥说有备无患。天快亮时，楼道里突然传来惨叫声，我们冲出去看，只见2楼楼梯口躺着个人，肚子上插着把刀，血流了一地，怎么回事？想吃的。那人断断续续地说：“3楼有人藏了。”话没说完，人就咽气了。楼道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已经彻底失控了。为了一口吃的，人开始伤人了。都回去！刘哥的声音从楼下传来：“谁敢私藏物资，这就是下场。”我浑身发冷，不是因为死人，而是因为我突然明白刘哥为什么要这么做。他在立威，通过恐惧来控制所有人，把整栋楼变成他的王国。而我们这些有物资的人，就是他要清洗的对象。今晚必须走。回到屋里，陈哥低声说：“再晚就来不及了。”大家都点头。与其等着被宰，不如放手一搏。窗外雨又大了起来，水位已经逼近5楼，整座城市都快被吞没了，而人性早就已经沉默。第5天，情况急转直下。早上醒来，我就闻到一股恶臭，不是普通的臭，而是那种腐烂的、让人作呕的臭。推开门，楼道里的景象让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到处都是垃圾和排泄物，没有了下水道，人们只能用塑料袋解决，然后随手扔在楼道里。苍蝇嗡嗡乱飞，蛆虫在污物中蠕动。更糟的是，有人病了。哗啦，3楼传来呕吐声，接着是虚弱的呻吟。我捂着鼻子下去看，只见一个中年男人蜷缩在楼梯拐角，脸色蜡黄，不停地吐着黄水。他旁边的地上是一滩腥臭的排泄物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他有气无力地抬起头。给我水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回去拿了瓶水给他。他接过水猛灌，刚喝2口就又吐了出来。肯定是喝了脏水。旁边有人说，昨天看他用雨水煮面，也不烧开。呸！活该！另一个人啐了一口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不知道小心？没人帮他，都怕传染，我也赶紧离开。这种环境下，一旦生病，就等于判了死刑。回到6楼，陈哥正在给大家分配药品。我这有诺氟沙星治拉肚子的，他掏出1板药，省着点用，1人2粒。我有感冒药和退烧药，小美也贡献出来，都收好。陈哥叮嘱，千万别让人看见，不然话音未落，外面传来敲门声。开门！
居委会的。这时候还有居委会。陈哥示意我们把药藏好，然后去开门。门外站着刘哥，旁边跟着个戴红袖章的瘦子。陈哥，这是咱们新成立的自救委员会。刘哥笑眯眯地说：“我是主任，负责统一管理物资分配。自封的主任有事。”陈哥冷冷地问：“楼里有人生病了，急需药品。”瘦子说：“各家有药的都要贡献出来，统一分配。我们没药。”嗖，刘哥一挥手，几个人就要往里闯。陈哥挡在门口：“刘老板做的太过了吧？”过。刘哥冷笑：“楼里都快成停尸房了，再不管控，大家都得死。识相的就配合，不然僵持之际，楼下突然传来一阵骚乱。死人了，3楼死人了！”刘哥脸色一变，顾不上搜查，带人匆匆下楼。我们跟着下去看，只见刚才那个病人已经断气了，尸体还保持着蜷缩的姿势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快扔出去！有人喊：“扔哪儿？从窗户扔下去！”那也太……不扔留着过年，等着传染吗？争吵中，刘哥发话了，抬到楼顶去。楼顶，对，楼顶通风，不会传染。他看了一圈，以后谁生病了，都送楼顶隔离。这话一出，人群炸锅了。那不是等于判死刑？楼顶什么都没有，病人怎么活？不去楼顶，难道留在楼道里？刘哥瞪着眼，想死大家一起死，没人敢反驳。两个壮汉抬起尸体往楼顶走，经过时，我看到死者的手指甲都是黑的，嘴角还残留着呕吐物。这只是开始，下午又有3个人出现症状，呕吐、腹泻、发烧，典型的急性肠胃炎。都是水的问题。小美忧心忡忡，雨水看着干净，其实混合了洪水，全是细菌，那怎么办？老李问，必须烧开，最好再过滤。小美说，我看到有人直接喝雨水，有人用雨水洗伤口，这都是找死。可是知道又怎样？没有燃料，没有干净的容器，很多人只能硬着头皮喝生水。傍晚，病人增加到7个，刘哥组织人把他们都抬到楼顶，有人反抗，直接被打晕拖走。求求你，我还能撑住！一个女人哭着哀求，为了大家的安全，必须隔离。刘哥冷酷地说，女人被拖走时，没人敢出声，都知道上了楼顶意味着什么，没有遮挡，没有照顾，在暴雨中等死。畜生！阿强咬牙切齿。嘘！陈哥制止他，别惹事，今晚就走。入夜后，楼顶传来若有若无的呻吟声，雨打在铁皮上啪啪作响，偶尔夹杂着微弱的呼救。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？好冷，好冷！妈妈，我想回家。那些声音像鬼魂一样在楼道里飘荡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后半夜声音渐渐消失了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不能再等了。陈哥把我们召集起来，必须现在走。可是外面还在下雨，小刘担心等不了了。陈哥指着楼下，你们没发现吗？病的都是老弱和没存粮的。为什么？大家面面相觑，因为他们没东西吃，只能喝生水翻垃圾。陈哥压低声音，而我们有存粮，暂时还能撑住。刘哥不会放过我们的。阿强握紧拳头，他敢，他有什么不敢的？陈哥冷笑，把我们逼病了，送楼顶，名正言顺。到时候我们的物资不用说完，大家都明白了。收拾东西，能带的都带上。陈哥下令，法子先放下去，人在下，动作要快要轻。我们开始行动，法子用绳子从窗户掉下去，溅起不小的水花。还好雨声很大，掩盖了动静。女人先走。陈哥说，小美抱着个背包，里面是药品和一点吃的。她脸色苍白，但还是勇敢地爬出窗户。阿强在下面接应，两人上了第一个筏子。筏子在水流中摇摇晃晃，看着让人心惊，但总算稳住了。下一个，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有人。小刘紧张地说，我贴着门听，外面最少有3、4个人，就是这家。白天看到他们鬼鬼祟祟的，是刘哥的人。敲门吗？等等，听听动静。我们大气都不敢出。陈哥做了个手势，让老李和小刘继续下，自己则拿起一根铁棍，准备应战。好像没人，挑开看看。咔嚓一声，是撬锁的声音。陈哥猛地拉开门，铁棍直接砸在最前面那人脑袋上。啊！那人惨叫着倒下。快走！陈哥挡在门口，都下去。我抓起背包就跳出窗户，冰冷的洪水瞬间包围了我，呛了好几口水才浮起来。老李拉我上筏子，小刘已经在另一个筏子上了。陈哥呢？我在这。陈哥从窗户跳下，手臂上都是血。快，他们追来了！刘哥的人趴在窗口，拿着手电筒乱照。跑了！他们跑了！快告诉刘哥！我们拼命划水，筏子在激流中东倒西歪，一个浪头打来，差点把筏子掀翻，稳住都怕低。陈哥喊，雨砸在脸上生疼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只能凭着感觉往前划。不知道飘了多久，筏子撞在什么东西上，发出砰的一声，是楼，我们撞到楼了。借着闪电的光，我看到是一栋办公楼，水只淹到2楼，上面应该是安全的。上去，快上去！我们艰难地爬进2楼的窗户，瘫倒在地上大口喘气，活下来了，暂时都没事吧？陈哥查看大家的情况，我好像发烧了。小刘虚弱地说，借着手电筒的光，我们看到他脸色潮红，额头都是汗。完了，在这种环境下发烧，基本等于吃药。小美赶紧翻背包，退烧药、消炎药都吃上。小刘颤抖着吞下药片，大家都沉默了。逃出了人间地狱，却逃不出疾病的魔爪。窗外雨还在下，这座城市已经病入膏肓，而我们不过是苟延残喘。第6天，小刘的烧退了，但人虚弱的站都站不稳。我们在这栋废弃的办公楼里找了个会议室安顿下来，房间里有些破烂的办公家具，至少能挡风遮雨。水快没了，老李查看物资，吃的也只够2天。外面的雨小了很多，但洪水依然
然汹涌。从窗户望出去，整个城市都泡在黄褐色的汪洋中，必须出去找物资。陈哥说去哪找？阿强问。陈哥指着远处那边有个商场，楼高，上层应该没被淹。商场离我们大概500米，但在洪水中这500米无异于天堑，法子不行了。我检查了一下，泡沫板都松了，绳子也快断了，那就游过去。陈哥说留2个人照顾小刘，其他人跟我走。最后，小美和老李留下，我和陈哥、阿强出发。水温很低，游了没多远就开始发抖。更要命的是水里的漂浮物，塑料袋缠住腿，木板撞到头，还有些软绵绵的东西，碰到身体不敢细想是什么。游到一半，阿强突然惨叫一声：“怎么了？有东西咬我！”他拼命扑腾，水下一个黑影一闪而过，是狗。陈哥喊：“快游！”一条大狗在水里挣扎，饿疯了，见什么咬什么。阿强的小腿被咬了一口，鲜血直流。我们拼命游到商场，从破碎的玻璃门爬进去。商场1楼完全被淹，自动扶梯泡在水里。我们扶着墙往上走，2楼的景象让人震惊，到处都是人，准确的说是难民，男女老幼挤在一起，空气中弥漫着汗臭、尿骚和腐烂的味道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盯过来，新来的一个光头男人走过来，胳膊上纹着青龙，路过找点吃的。陈哥说光头上下打量我们，这里的规矩知道吗？什么规矩？新人要交保护费。光头伸出手，吃的用的有什么交什么，不然他身后站起来7、8个壮汉，手里都拿着家伙，又是这一套。陈哥刚要说话，阿强先忍不住了，去你妈的保护费！一拳挥出去，光头躲闪不及，被打了个正着，干他们！场面瞬间混乱。阿强本来就是练健身的，发起狠来3、2下放倒2个，但对方人多，很快就占了上风。住手！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，人群分开，走出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国字脸，气度不凡。王老板，光头立刻变得恭敬。王老板看了看我们，新来的朋友别见怪，非常时期大家都不容易。他瞪了光头一眼，还不道歉。光头不情愿地咕哝了句对不起。楼上说话，王老板做了个请的手势。我们跟着他上到3楼，这里明显是高级区，人少也干净些。坐。王老板指了指沙发，我叫王建国，以前在这开超市的。你们是从哪儿来的？陈哥简单说了情况。王建国点点头。刘老板我知道，心狠手辣，你们能逃出来不容易。王老板控制着商场，谈不上控制。王建国苦笑，只是大家推举我管事，这里有300多人，吃喝拉撒都是问题。物资呢？超市在4楼，还有些存货，但300多张嘴撑不了几天。他看着窗外，如果雨再不停，救援再不来。不用说完，大家都明白，你们可以留下。王建国说，但要守规矩，参与劳动。什么劳动？搜集物资，维持秩序。还有，他顿了顿，处理尸体。我这才注意到，商场里的人虽然多，但老人和孩子很少，病死的、饿死的、打死的。王建国声音低沉，每天都有，不及时处理会有瘟疫。怎么处理？王建国指了指窗外，扔下去简单粗暴但有效。我们需要药品。陈哥说，有个兄弟受伤了，药品是硬通货。王建国摇头，除非什么？4楼有个药店，但被另一伙人占了。王建国压低声音，带头的叫八子，手下20多人，都是亡命徒。又是地盘之争，他们不听你的，这里没有谁听谁的。王建国苦笑，只是暂时的平衡。他们占着药店，我们控制超市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能谈吗？谈。王建国冷笑，昨天有人用1块劳力士换了10片抗生素，你们有什么能换的？我们面面相觑。逃出来时太匆忙，除了一点吃的，什么值钱东西都没带。有个办法。王建国看着我们，帮我办件事，我给你们药。什么事？5楼有个珠宝店，里面的东西能换很多物资，但那里他欲言又止。那里怎么了？闹鬼！旁边一个人插嘴，去了好几拨人都没回来。什么鬼？陈哥皱眉，不知道。王建国说，有人说听到奇怪的声音，有人说看到黑影，反正去了就没回来，迷信。但在这种环境下，人们宁可信其有。我们去看看。陈哥说当真。王建国眼睛一亮，药品先准备好。我们检查了装备，每人拿了根铁棍，还找了个手电筒。5楼很安静，安静的诡异。走廊两边都是店铺，门大开着，里面一片狼藉，看来已经被洗劫过了。珠宝店在最里面，玻璃门完好无损。奇怪，阿强说其他店都被砸了，为什么这家没事？确实奇怪。我推了推门，锁着撬开。陈哥说，阿强用铁棍撬了几下，门锁应声而开，一股恶臭扑面而来。手电筒照进去，只见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具尸体，看样子死了有些日子，都腐烂了。这就是没回来的人，怎么死的？我蹲下检查，尸体上没有明显外伤。中毒。陈哥指着角落，看那角落里有个煤气罐，把门开着，有人故意的。我明白了，把人引进来，然后放毒气，谁这么缺德？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关门声。我们回头，只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站在门口，是个女人，30多岁，穿着商场售货员的制服。你们也是来抢东西的？我们。他突然尖叫起来，手里举着个打火机，都该死！煤气，他要点燃煤气，别冲动。陈哥慢慢靠近，别过来！女人歇斯底里。这是我的店，我的。
原来是店主，我们不是强盗。我试图解释，骗子都是骗子。他哭喊着，我丈夫去找吃的，被他们打死了。我女儿饿死了，都是你们害的，疯了，死了丈夫和女儿，人已经疯了。冷静点，我们可以帮你帮我。女人凄厉的笑，晚了，都晚了，大家一起死吧。他按下打火机，趴下，陈哥飞扑过去，一把夺下打火机。女人尖叫着撕咬，被阿强制住。为什么不让我死？为什么？他瘫软下来，抱头痛哭。我们关掉煤气罐，打开窗户通风，怎么办？阿强问。先带下去。陈哥说。我们架着女人下楼，她已经没有反抗，只是不停地哭。王建国看到我们平安回来，很惊讶，真有鬼，不是鬼。我把情况说了。王建国叹气，又是个可怜人，这世道把人都逼疯了。答应的药呢？在这。他拿出1小瓶抗生素，省着用。我们道谢离开，回到2楼，那个女人被安置在角落里，有人给了她一点水和吃的，但她什么都不要，只是呆呆地坐着。这种人多了。旁边一个大爷说失去亲人，精神崩溃，疯了。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。晚上我们轮流守夜。凌晨时分，那个女人突然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别，我想阻止，太晚了。她纵身跳了下去，消失在黑暗的洪水中，连个水花都没有。我呆立在窗边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。这就是末日，不是被水淹死，不是被饿死，而是被绝望杀死。天亮时又有2具尸体被扔下楼，一个是饿死的老人，一个是病死的孩子。活着的人已经麻木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陈哥说必须想办法自救，怎么自救？老李绝望地说水这么大往哪儿跑？造船。我突然说大家都看着我，商场里材料多，我们可以造条大船。我越说越兴奋，塑料桶做浮筒，木板做船身，够结实的话能载几10个人。往哪儿开？北边的高地，或者直接顺流而下，总能找到没被淹的地方。希望哪怕渺茫也是希望。干了阿强第一个响应，我也同意小美说总比在这等死强。陈哥点头，那就干，不过要秘密进行，不能让太多人知道。为什么？看看周围那些绝望的眼神就知道了。一旦知道有船，他们会不顾一切的争抢，到时候谁都走不了人性。在生存面前，人性是最不值钱的东西。第7天，造船计划秘密进行。我们找了个偏僻的库房，开始收集材料，塑料桶、泡沫箱、木板、绳子，能用的都搬过来。这样不行，我画着图纸，浮力不够，载重太小，那怎么办？我想起什么，商场有充气游泳池吗？好像体育用品店有。小美说太好了，充气艇底座，周围绑塑料桶增加浮力，上面搭木板，理论上能载20人，大家干劲十足，在绝望中看到希望，哪怕再渺茫也值得拼命，但纸包不住火。下午王建国找来了，听说你们在造船。陈哥沉默，别紧张。王建国笑了笑，我不是来阻止的，相反我想入伙你，300多人我救不了。他苦涩地说，但总得给一些人机会，你们需要人手，我有人合作如何？陈哥考虑片刻，可以，但船最多载30人，够了。王建国说，我挑些身强力壮的，老弱病残。他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白，残酷的选择，有了人手，进度快了很多，但麻烦也来了。凭什么他们能上船，我们也要走？不公平。消息泄露，群情激愤。王建国站在台阶上，船小人多，不可能都走，愿意留下的，我保证物资优先供应。放屁，物资能吃几天就是，大家都要活命，场面越来越混乱。突然，人群中飞出一块砖头，正中王建国额头，血流如注，杀人了，彻底乱了。人们开始疯抢物资，打砸店铺，有人趁乱报复，有人浑水摸鱼。保护船，陈哥大喊，我们冲向库房，但已经晚了。一群人正在拆船抢夺材料，住手，没人理会。阿强冲上去，抡起铁棍就砸，对方人多，立刻还击。混战中，不知谁打翻了油桶，着火了，火势迅速蔓延，干燥的木材、塑料、泡沫全是易燃物，浓烟滚滚，呛得人睁不开眼。快跑！人们四散奔逃，践踏推搡，惨叫声此起彼伏。我拉着小美往外跑，身后火光冲天，好不容易逃到2楼，才发现少了人。小刘呢？糟了，他还在3楼。小刘本来就虚弱，根本跑不快。我冲回火场，浓烟中什么都看不清。小刘，我在这循着声音，我找到了他，他倒在楼梯口，已经被烟呛得半死。我架起他就跑，身后火焰呼呼作响，终于冲出火场，2人都成了黑人。谢谢。小刘虚弱地说。火越烧越大，整个商场成了火炬，人们挤在2楼，进退两难。楼上是火，楼下是水，跳吧！有人绝望地喊，跳下去也是死，烧死还是淹死，选一个吧。疯了，全疯了。有人开始跳楼，1个2个像下饺子一样，不能跳。陈哥拉住要跳的人，水流太急，跳下去必死。那怎么办？等着烧死吗？浓烟越来越大，已经有人窒息倒下。去楼顶，我突然想到楼顶有水箱可以暂避。一线生机，大家蜂拥向楼梯，推搡践踏，又是一阵惨叫。我们互相搀扶，艰难上行。楼梯间全是烟，每上一步都像在地狱。终于到了楼顶，100多人挤在狭小的天台上，下面火光熊熊，浓烟直冲云霄。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老李瘫坐在地上，船没了，物资没了，连栖身之地都没了。早晚要死，不如痛快点。一个男人站在天台边缘，别，他回头惨笑。这操蛋的世界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纵身一跃，像打开了闸门，接二连三，有人跳下。够了！陈哥怒吼，都他妈给我冷静，冷静！一个女人歇斯底里，我孩子饿死了，丈夫病死了，现在要被烧死了，你让我冷静。她也跳了，绝望像瘟疫一样传染。活着需要理由，死亡不需要。看，那是什么？小美突然指着远方，黑烟中隐约传来马达声，是船，有船来了。1艘冲锋舟出现在视野中，然后是第2艘、第3
搜救援，是救援队。天台上爆发出哭声、欢呼声，有人跪下磕头，有人抱头痛哭。劫后余生，这里，我们在这里。人们拼命挥手呼喊。冲锋舟靠近商场，救援人员用高音喇叭喊话，保持冷静。我们这就上来。绳梯放下，救援人员爬上天台。还有多少人？123个。王建国捂着头上的伤口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分批撤离，老人妇女先走。秩序奇迹般恢复了。刚才还在自相残杀的人们，现在乖乖排队。文明在希望面前复活，轮到我们了。你们是一起的？救援人员问。是的，陈哥说。我们6个上船，坐在冲锋舟上，看着渐渐远去的商场废墟，恍如隔世。7天，仅仅7天，一座现代化城市变成了人间地狱。去哪？我问救援人员。临时安置点，体育馆。他说那里地势高，有政府组织的救援政府。多久没听到这个词了？其他地方怎么样？救援人员沉默片刻，都不太好。这场雨太大了，大半个省都被淹了，会好起来的吧？小美期待地问。会的。他说雨已经停了，我这才注意到，确实没再下雨了。乌云散开一角，露出久违的阳光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像碎金子，美得让人想哭。冲锋舟在废墟间穿行，我以为最糟的已经过去，直到看见整座城市的真实面貌，到处都是残垣断壁，高楼像积木一样倒塌，汽车堆叠成山，树木连根拔起，水面上漂浮着家具，还有我不愿细想的东西。别看了，救援人员说，但怎么可能不看？这是我生活了30多年的城市，现在面目全非，熟悉的地标都消失了，中心广场变成湖泊，步行街成了河道，我的建材市场应该已经不存在了。还有多少幸存者？陈哥问。不清楚。救援人员摇头，太分散了，有些躲在高楼上，有些困在地势高的地方，我们能救多少是多少。经过一栋写字楼时，楼顶有人挥舞红布，等等。队长通过对讲机说，先记录位置，回头再来，先送这批到安全点。见死不救看出我们的疑惑。救援人员解释，船小超载会翻，必须一批批来，残酷但合理的选择。又行驶了半小时，水位开始下降，一些楼房的3、4层露出水面，能看到窗户里有人影晃动。快到了，远处出现一片高地，正是市体育馆所在。但越靠近，我心越沉。岸边密密麻麻全是人，哭喊声、呼救声、争吵声混成一片。临时搭建的帐篷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么多人，小美倒吸一口凉气，这只是一部分。救援人员说，能逃到这的都是幸运的。冲锋舟靠岸，立刻有工作人员过来登记姓名、年龄、原住址，有没有发烧、腹泻、呕吐症状。到那边领取物资，一人一份，不要争抢。机械弹高效。我们领到了1瓶水、2个馒头、1包榨菜，就这些。阿强皱眉知足吧。发放物资的大姐说，几万人呢，有口吃的就不错了。确实，放眼望去，黑压压全是人，男女老幼，衣衫褴褛，眼神空洞。我们找了块空地坐下，地上湿漉漉的，但没人在意。接下来怎么办？老李问，没人回答。活下来了，然后呢？家没了，财产没了，很多人连亲人都没了。会好的。小美安慰大家，政府会安排的。但看看周围就知道，政府也是有心无力。这么大的灾难，这么多灾民不崩溃已经是奇迹。入夜情况更糟，没有足够的帐篷，大部分人只能露天过夜。气温骤降，又开始下小雨，挤挤，大家挤挤，别推，再推掉水里了。谁偷了我的毯子？混乱中争执不断升级，都是你们外地人占了我们的地方，放屁！灾难面前还分本地外地，就是要分。这是我们的城市，地域矛盾爆发了。本地人觉得外地人抢占资源，外地人觉得受到歧视，推搡很快变成斗殴。住手都住手！维持秩序的人手根本不够，混乱像野火一样蔓延。有人趁机偷窃，有人浑水摸鱼，保护好东西。陈哥警觉地说，但还是晚了。老李的包被人抢走，里面有他全部家当。算了，我拉住他追不回来的。老李颓然坐下，老泪纵横。那是我老伴的照片，最后一张心酸。但这样的故事，这里有千千万万个。后半夜骚乱平息了些，累了都累了。我靠在陈哥身边，听着周围的哭声、咳嗽声、呻吟声，睡不着。陈哥，你说这算什么劫难？他抽着捡来的烟屁股。老天爷发脾气，咱们遭殃，为什么？哪有为什么？他苦笑，就像你问洪水为什么要来，他就是来了。沉默。后悔吗？他突然问什么？如果当初没逃出来，是不是就不用受这个罪？我想了想，不后悔，至少我们试过。对他弹掉烟头，活着就还有希望。希望这个词在这里显得如此奢侈。天亮时广播响了，各位灾民请注意，早餐开始发放，请有序排队。医疗点在东区，有病患的请及时就诊。寻人启事可在布告栏张贴。秩序在慢慢恢复。我们排了1个小时队，领到稀粥和咸菜，稀的能照见人影，但热乎知足吧。陈哥说，想想1周前，谁能想到能喝上热粥？确实，喝着粥，我想起那些跳楼的、淹死的、烧死的人，他们差一点就能活下来，就差一点。快看，小美指着远处，一架直升机飞过，吊着一个大网兜，里面是物资。人群沸腾了，物资来了，但直升机没有降落，而是飞向更远的地方。为什么不给我们？那边肯定有关系，不公平，抱怨声四起。其实大家都知道，物资有限，必须优先供给更危急的地方，但知道是一回事，接受是另一回事。中午太阳出来了，久违的阳光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水位在缓慢下降，一些建筑物露出更多部分，水退了，有人欢呼，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大的问题。水退后露出的淤泥中，那些东西尸臭开始弥漫，必须赶紧处理。医护人员忙碌起来，不然会有瘟疫。下午开始征集志愿者，身体健康的男性协助清理工作，有补助，补助是额外的食物。我们6个都报名了。工作内容很简单，清理垃圾、搬运尸体，很脏、很累、很危险，但为了那口吃的，大家
抢着干。我被分配到搬运组，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那么多死者，胃里翻江倒海，吐完赶紧干活。组长面无表情，今天得清理这一片。机械的搬运，不去想他们是谁，有什么故事，只是数字1句、2句、3句。太阳西斜时，我已经麻木了。今天就到这儿。组长说明天继续去领补助，2个馒头、1包榨菜、1瓶水，比普通配给多1倍，值得。阿强咬着馒头说：“值得吗？”晚上我做噩梦了，梦见那些尸体活过来，质问我为什么活着。惊醒时发现不止我一个，很多人在哭泣，在尖叫，在说梦话。活着的人也在经历地狱，会好的。小美轻声说：“不知道是安慰谁，会吗？”看着满天繁星，我第一次觉得他们如此遥远，就像曾经的生活再也回不去了。第10天，奇迹般的雨彻底停了，太阳高悬，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，一天能退1米多。照这个速度，再有1周就能见底了。陈哥说，但没人高兴得起来。水退了，露出的是满目疮痍，淤泥覆盖一切，房屋倒塌，车辆扭曲，树木横陈。最可怕的是那些征集更多志愿者，清理工作必须加快。广播一天响好几次，报名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为别的，就为那一份额外的口粮。我继续在搬运组，这几天下来已经习惯了，或者说麻木了。今天清理中心医院，组长说都做好心理准备，医院是重灾区。当时很多人往那儿跑，结果推开急诊大厅的门，扑面而来的恶臭差点把人熏晕。里面的景象我一辈子都不想再看第2次。坚持住，组长自己都在发抖。1个小时轮换，那1个小时漫长的像1个世纪。出来后所有人都吐了，操他妈的老天爷！有人崩溃大哭，没人劝他，因为大家都在崩溃边缘。中午意外发生了，1个志愿者在搬运时被划伤，伤口接触了污水，2小时后开始发烧，快送医疗点，但医疗点能做的有限，缺药、缺设备、缺人手。晚上那人死了以后都戴手套蒙面。组长宣布谁不听，出事自己负责。手套、口罩这些东西比食物还珍贵，用布条缠手，衣服撕了蒙脸。陈哥想出办法，土办法，但总比没有强。第12天，好消息终于来了，上级派了医疗队，还有更多物资。果然下午就看到车队开进来，军用卡车1辆接1辆，发放点增加到10个，每人可领取基本生活用品。排队的人龙看不到头，但秩序井然。希望让人变得文明。我们领到了毛巾、肥皂、消毒水，还有一套换洗衣服，终于能洗个澡了。小美感动得要哭。临时搭建的淋浴棚前排起长队，虽然是冷水，但没人在意。洗掉这些天的污垢，整个人都轻松了，像做梦一样。阿强说：“是啊，10天前谁能想到洗澡是种奢侈？”晚上篝火燃起，有人唱歌，有人跳舞，劫后余生的喜悦在人群中蔓延。我们真的活下来了。老李喃喃自语：“是啊。”陈哥点燃一支烟，活下来了。但接下来呢？重建家园。广播里传来声音：“我们一定能重建家园。”重建说起来容易，看看4周的废墟，这得多久？会的小美坚定地说：“人在什么都能重建。”她说的对，人在希望就在。第15天，水基本退了，城市的骨架露出来，伤痕累累，但还站立着。开始人员统计登记，安排临时住所。我们被安排到一片活动板房，4人一间，简陋但遮风挡雨，比楼道强多了。老李满足地说：“确实有床、有被子、有屋顶，知足了。”小刘的身体恢复了些，也开始参加劳动，不能总靠你们养着。他不好意思地说：“都是兄弟。”阿强拍拍他肩膀：“兄弟，经历过生死这个词有了不同的分量。”第20天，市场开始恢复，先是小贩挑着担子叫卖，然后是临时搭建的摊位，虽然价格离谱，但能买到东西了。鸡蛋、新鲜鸡蛋、蔬菜、青菜、萝卜，文明在一点点回归。我用打工攒的钱买了几个鸡蛋，煮了分给大家，真香。小刘感动的眼泪都下来了。一个煮鸡蛋而已，但对经历过地狱的人来说，这就是天堂的味道。1个月后，电力部分恢复，看到灯亮起的那一刻，整个安置点沸腾了，有电了，有电了，人们相拥而泣，光明原来如此珍贵。看新闻，有人打开了电视，画面上是其他受灾城市的情况，原来不止我们，整个省半个国家都在经历同样的苦难，但也都在重建。中央下拨重建资金1000亿，各地支援物资源源不断，灾后重建全面展开，希望在传递。2个月后，我找到了一份工作，建筑工地搬砖，很累，但有收入。重操旧业啊！我苦笑，虽然不是卖建材，但也算跟建筑沾边。陈哥在安置点当了管理员，阿强和小美开了个小饭馆，老李帮人修理电器，小刘找了份文员工作，大家都在努力活着。3个月后，临时安置点开始搬迁，新建住宅区已经完工，符合条件的可以申请入住。我们6个一起申请，分到了同一栋楼，虽然是简易房，但是加搬家那天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小美哭了，终于有家了。是啊，有家了。站在阳台上，能看到远处正在建设的新城，废墟上新的城市在生长，会比以前更好。陈哥说：“我相信，因为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刻，才知道光明多么可贵。”1年后，我重新开了家建材店，就在新城区，生意不错，人们都在重建家园，建材需求量很大。陈哥常来串门，带着他新交的女朋友。阿强和小美的饭馆扩大了，雇了好几个人，小两口恩爱如初。老李找到了失散的儿子，爷俩相依为命。小刘考上了公务员，在民政部门工作，大家都有了新生活，但谁都没忘记那场暴雨。每次下雨还是会紧张，每次看到天气预报还是会多囤点东西。创伤需要时间治愈。老板，防水材料怎么卖？客人问：“您要哪种？”我熟练的介绍：“这个最好，绝对防水。”真的，真的，我认真的说，我用生命担保。客人被我的认真逗笑了，他不知道我是真的用生命验证过。窗外阳光明媚，天气预报说未来1周都是晴天，真好。